蒋生生终于被老公陆明飞折磨死了。当5年前的真相揭开时，他崩溃了，迟来的深情算什么？他终于明白蒋生生对自己有多重要。想要我捐骨髓救你生的野种，蒋生生，你死了那条心吧。陆明飞用脚挑起了眼前人的下巴。明飞，小月真的是你女儿，求求你相信我，医生检查了，你的骨髓跟她适配，就是最好的证明。我求你救救她吧，否则她白血病活不过3个月了。检查？蒋生生，你觉得我会信吗？陆明飞狠狠一脚就对着他胸口踹了过去，想到还躺在医院的小月，蒋生生还是强撑着解释。明飞，5年前那晚，我出现在你的床上，是因为我被……陆明飞掐紧他的脖子，恨意汹涌。你还有脸提当年的事？你也配？别说让我去救你那个野种了，我做梦都盼着你跟那个野种一起死的那一天。思云被你害成现在这样，你死有余辜，滚吧，再也不要让我见到你跟那个野种。蒋生生又被踹倒在地，这一次似乎比之前摔得还要惨。他努力想爬起来，又再一次摔了下去。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跪了5个小时，他身体瑟瑟发抖，一点一点缓慢而笨拙地站了。手机铃声响起，唐小姐，你女儿又发高烧了，还流了很多鼻血，情况很不好，您赶紧过来，医药费也要补交了。我马上过来，钱我会补交的。医生，您一定要先给我女儿医治。挂了电话，他才想起这附近打不到车，就这样拖着一双腿，一步步又吃力又着急地往前面。尽管想努力走快一些，但等打到车再急赶到医院病房的时候，还是过去了将近1个小时。小月还难受吗？妈妈，爸爸答应过来了吗？他来了，小月的病就会好了，对不对？当然了，爸爸当然会答应。他现在忙，不过忙完就会过来了。爸爸最疼你了，怎么会不愿意帮你治病？妈妈是不是生病了？身上好冰。小月抱着妈妈一起睡。小月睡了，蒋生生将她放到床上，自己坐在床边也迷糊打个不知道到睡了多久。正半梦半醒间，他好像听到有脚步声进，蒋生生猛地惊醒，一睁眼就看到了夏思云将小月抱进了怀里，神态有些疯疯癫癫的。宝贝，你是妈妈的宝贝女儿。小月一向乖巧不哭不闹，现在是真被吓坏了，看向蒋生生哭。妈妈，妈妈！蒋生生什么都顾不上，扑上去就从夏思云手里抢小，两人推搡间，夏思云突然松了手，小月头着地摔了下，发出尖锐的哭声。蒋生生着急将小月抱起，夏思云立马一个踉跄后摔倒了下去，头重重的砸在了病床上。病房外，陆明飞一脸暴怒的从外面跨步进。思云，夏思云头上流了血，不管不顾的起身指着小我的宝宝是我的，他抢我的，还打人。陆明飞扬手一巴掌扇到了他脸，蒋生生身体控制不住的往后踉跄了几，看着夏思云满脸委屈的扑进了陆明飞怀，被他温柔抱了。陆明飞吩咐身后的保镖，声音冰冷，将那孩子抱过来给思云，以后她就是思云的女儿。小月被保镖抢走，恐惧不已的哭喊着。保镖看着夏思云现在像是发病，就先将小月交到了陆明飞手里。小月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被陆明抱，可这一刻只觉得害怕，在陆明飞怀里拼命挣扎。要妈妈，小月要妈妈。陆明飞心里火气更甚，到底是蒋生生跟别的男人生下来的野种，就这么抗拒我吗？思云，我带你回家，你身体不好，不适合生孩子，以后你就是这孩子的妈妈。蒋生生死死拽住了陆明飞的手臂，她是我的女儿，明飞你不能这样，小月身体不好，还在发烧，不能受刺激。滚开！蒋生生，你有什么资格说不？要不是我仁慈，你觉得这个野种还能活到今天吗？眼看陆明飞要将小月直接带，蒋生生扑通一声跪了下。我求求你，求求你把我女儿还给我，她从生下来开始就是我带着的，她现在还病着，不能离开我。夏思云满脸惶恐地抓着陆明飞的衣袖，明飞，我害怕，他打人。陆明飞眼底闪过恨意，直接猛地一下将蒋生生踹开，带着小月跟夏思云扬长而去。陆明飞回到庄园后，将高烧的小月直接扔在客厅，随即立刻让家庭医生给夏思云诊治。他这病是5年前开始，陆明飞还记得那晚蒋生生给他下了药，爬上了他的床，还特意打电话叫了夏思云过来看。夏思云亲眼看着自己的未婚妻跟同父异母的妹妹发生了关系，受惊过度从楼梯上摔了下，就这么留下了病根。沈先生，夏小姐现在已经清醒了，但您最近是不是有些忽视她的身体？我注意到她面色特别苍白，整个人精神状态很差。刚刚我给她治疗时，她还呕吐的厉害。怎么回事？思云，你要是有不舒服要说出来，我工作忙，前段时间又出国了，最近确实疏忽了你。明飞，我没事，只是有点感冒了，对不起，我刚刚在医院发病，有没有伤害到生生跟他女儿？陆明飞哪里还顾得上蒋生生跟那个爷，直接将保姆叫了过来。你说实话，思云的身体到底怎么了？夏思云对着保姆摇了摇，陆明飞注意到，立目看向保姆，你要是有什么藏着掖着的，你清楚我的性子。保姆迟疑半晌，直接跪了下。夏小姐，你就别瞒着先生了，您身体都到什么程度了？肝癌可是要死人的，您难道真的要等死吗？
续接上集，陆明飞难以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肝癌，思云才20多岁，年纪轻轻，怎么可能得癌症？保姆面色悲痛地拿出一份诊断书，递给陆明飞。夏小姐怕您伤心，让我不要说。肝癌到了这种程度，除了换肝就是死路一条。她连遗书都写好了，这诊断书也一直藏着。可是先生，我跟小姐是自小一起长大的，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死啊！陆明飞猛地将诊断书扯过来，看到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夏思云的诊断结果，是肝癌晚期。思云瞒了我多久？小的时候我没感受过家人的温暖，是思云给了我最多的陪伴，还那样拼死救过我，我绝不允许他死，只能换肝才能救命，那就换。我现在立马联系国内外的医疗机构，一定给你找到合适的供体。思云，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活下去的。明飞，你不用为我再做这些，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我等不到找到合适供体的那一天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能有你陪伴着我，我就知足了。先生，其实医院给夏小姐找到了合适的供体，太太是夏小姐同父异母的妹妹，血亲之间肝脏匹配的概率本来就高很多。医院检查了，太太可以给夏小姐捐献肝脏。林姐，你不要再说了，我绝不可能让生生为了我做出那么大的牺牲，我宁愿等死。陆明飞一时沉默，看了眼一旁的医生。陆先生，国内外确实有过活人捐肝的先例，不过不是捐献整颗肝脏，只是捐献一部分。肝脏是有再生能力的，一般过个1年半载可以再长好。陆明飞这么一听就放心了，直接问一旁的保姆去查查看蒋生生在哪。先生，夫人现在就在外面闹着要见她女儿。陆明飞这才记起来，他还把那野种带过来，直接前往客厅，也不顾高烧的小月，毫不怜惜地将他捞起来，出了门。蒋生生，你想不想救你女儿？想救。明飞，你把小月给我，她发高烧了，得尽快去医院，再拖下去真会出事的。你想要钱给你女儿治病，想要我给你女儿捐骨髓，这些我都可以答应。太好了，明飞，等小月醒来，知道自己的爸爸愿意救她了，一定会很高兴的。她做梦都希望你能在意她，真的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带小月去医院吧。你还真会痴心妄想，一次次想将那野种算到我头上，我又不是傻子，也没耐心给你兜圈子了。救你女儿，我有条件。思云她得了肝癌，你的肝脏跟她的适配，你将肝脏捐献给她，这就是我的条件。蒋生生内心才刚升起来希望，听到陆明飞的话，立刻如坠冰窟。原来是这样啊，又是因为夏思云弄的一出好戏。都多少年了，我怎么还是会忍不住对他抱有希望呢？他说肝癌，你都信啊？陆明飞，你自己的女儿在你眼前，你不信？5年前我不是故意爬上你的床，你不信？陆明飞，是不是他说什么你都信？蒋生生，我不跟你废话，想要救你女儿，你就给思云捐献肝脏，你能自愿最好，不自愿的话你照样得捐，你女儿我也不会救。好，我给她捐。陆明飞，往后这一辈子你可千万不要后悔。手术安排得很快，医生走进手术室的时候，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有些不忍心道：捐献肝脏的人虽然不多，但其实这种手术的风险也并不大，你放轻松，我们这里的医生都是最专业的，不会有任何问题。谢谢医生，我不紧张，只是想到自己的丈夫跟父亲家人都在陪着另外一个人，心里有点难受。对了，我有件事拜托你给顾修远说，如果我有什么意外，陆明飞又不愿意照顾小月的话，求顾修远拿着陆明飞答应给的钱帮我照顾小月。麻醉药注射到体内，蒋生生很快陷入了昏迷。陆明飞守在夏思云手术室外，等着蒋生生那边的医生送肝脏过来给夏思云移植上。等了半天，一个医生满脸焦灼的跑过来，捐献者手术不太顺利，可能有生命危险，需要家属立马签字才能继续动手术。思云有危险？怎么会这样？不是夏小姐有危险，是捐献方蒋生生。蒋小姐现在可能有生命危险，需要家属立马签字，否则只能终止手术。人群里夏红明长吁了一气，你这医生，你倒是说清楚，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思云有事。谁能想到，他不仅是夏思云的父亲，也是蒋生生的亲生父亲。医生有些不安地询问陆明飞：林太太身体承受能力不太好，有些虚弱，要不终止手术，给夏小姐另外找合适的遗体捐献肝脏吧。不能终止手术，思云等不到另外的适配肝脏了。医生没再多说，拿出文件让陆明飞签字，再一次离开。还没回手术室，就迎面就撞上了一个人，刚从国外出差回来的顾修远。怎么回事？里面有人在动手术捐献肝脏，这么大的手术怎么没有家属过来？谁在里面刀？是夏鹏医生。胡闹！夏医生才接过几场手术，这样大的手术怎么能让他来刀？你手上是什么单？给我进去。男医生有些不安的立马将单子递开。顾修远看向上面的捐献者，字写着的是蒋生生，而下边家属签字了，签的是陆明飞的名字。顾修远猛地推开手术室的门，冲了进去。续接上集，顾修远刚从国外回来，就遇到蒋生生被迫捐肝脏给夏思云，二话不说就冲进了手术室。主刀医生夏鹏看到突然闯进来的顾修远，神色立刻变得慌乱。手术刀给我！夏医生，你出去！夏鹏一个字都没敢说，立刻离开了手术室。这场手术持续了10多个小时，蒋生生才脱离了生命危险，被送出了抢救室。另外一边，夏思云也被推了出来。顾修远看到了走廊尽头的陆明飞，血红着一双眼睛冲了上去。我弄死你！你这个畜生！你就是个杀人犯！
饭。还没到陆明飞身边，就被保镖按在了地面上。你不就是为了蒋生生吗？她是我妻子，我乐意让她捐献肝脏，她也自愿捐的，你管得着吗？你知道不知道生生被割了多少肝脏？70%。成年人捐献肝脏，最强壮的身体也最多捐献5%。夏鹏是夏思云吃的吧？你也别狡辩，他是夏家人。陆明飞，你跟夏思云不怕遭天谴吗？你胡说八道些什么？我问过医生了，蒋生生才捐献了30%。顾医生，你身为这里的医生，怎么能这样给你的医院抹黑？这里是医院，又不是屠宰场，想切多少就切多少。我亲眼看到生生体内被切除的肝脏远远超过了他身体里面留下的。陆明飞，医生给你的病危通知书，你怎么还签得下去字啊？如果不是我刚好赶回来，现在你看到的就是生生的一具尸体。顾修远，我的忍耐有限，你跟蒋生生那点关系我很清楚，最好不要一次次挑战我的底线。转眼大半个月过去，蒋生生终于可以下床自由活动，他就立马去找了陆明飞。之前说好了的，我给夏思云捐肝脏，你就捐献骨髓给小月。陆明飞，现在到了该你履行承诺的时候了。以后再说。陆明飞，你不会是想言而无信吧？你别忘了，我捐献肝脏之前，我们是签了合同的，而且小月的身体也只能支撑2个多月了。我说话一向算话，倒是你口口声声同意给思云捐肝，你又捐了多少？生生啊，你不想给思云捐肝，大可以早些直说，你这才捐了30%的肝脏。你身体倒是没事，但是因为你捐献的过少，思云以后的身体还是会受很大影响，弄不好肝癌还会复发。我捐献多少肝脏，不是陆明飞你跟夏思云定了的吗？爸，明飞，你们别对生生说那么难听的话，是我跟医生说的，这样才能最大可能降低生生手术的风险。明飞，你别怪生生，你的骨髓要是能救小月，你就帮帮生生跟小月好吗？陆明飞本来还有点迟疑，看夏思云都开了，也就叫了夏鹏医生过来，帮我安排下骨髓捐献吧。好的，陆先生，按照流程需要抽取您1点骨髓，复查一下您跟小月的骨髓是否适配。不用复查了，之前医院这边做过检查了。多复查一次也是为的是保证您女儿的安全。那可不可以换顾医生来做这个复查？蒋小姐，顾医生现在还有别的工作需要处理，我来这边也是医院的安排。蒋生生，你如果想要救你女儿，就最好不要让我再听到顾修远这3个字。蒋生生没有办法，只能同意让夏鹏来负责复查骨髓室。夏鹏拿走了骨髓样后，交给了检测室那边。蒋生生抱着小月坐在了走廊座椅上，焦灼等待着。小月不怕，等结果出来了，爸爸就可以给你捐献骨髓了。有了健康的骨髓，小月以后就可以跟别的小朋友一样，离开医院，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去读幼儿园，跟很多的小朋友一起玩。小月也可以去读幼儿园吗？不用再每天待在医院里了吗？一定可以的。蒋生生坐在外面等了半天，一个护士快步走到他面前。您是蒋小姐吧？您的女儿跟沈先生的骨髓检测结果出来了。太好了，既然结果出来了，那现在就可以给女儿安排骨髓移植了吗？护士将手上的单子递给蒋小姐，结果显示您女儿跟陆先生的骨髓并不适配。不可能，这个检查结果是错误的。蒋小姐，我只是将单子给您，您要是有什么疑问，可以找您孩子的主治医生咨询。说着他就直接离开。蒋生生很确定这单子被造假，想到夏思云跟夏鹏的关系，蒋生生抱紧小月直接去夏思云的病房。他一进病房就看见夏思云搂着陆明飞的手。生生，谢谢你捐献的肝脏救了我。小月跟明飞骨髓不适配的事情，你也别太难过了，我跟明飞会尽量帮你找到适配的骨髓。夏思云，我们之间的事情跟小月没有任何关系，你有本事就冲我一个人对付一个4岁的小孩子，你还真是无耻下作。生生，你在说什么啊？我怎么就对付小月了？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陆明飞，你答应了的给小月捐骨髓，不管现在的检查结果是什么，你只管给小月捐献，造成的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自欺欺人，现在还要往思云身上泼脏水。蒋生生，这野种根本不是我的。生生，我知道你是着急救小月，但是不适配的骨髓是不可能移植成功的，你还是尽快去找小月的亲生父亲来吧，现在救小月才是最重要的。陆明飞，你别忘了我们签过合同了。为了骗我，这野种是我的，你现在是连他的性命都不顾了。生生，明飞说的对，你现在太心急了，就算明飞愿意捐献，医院也不可能帮明飞跟小月移植骨髓的，你先冷静一下。陆明飞，所以你就是打定了主意要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吗？蒋生生突然将抱在怀里的小月放下，一手牵着小月，另一只手迅速伸到了夏思云的脖子上，手上的刀子滴住了夏思云的脖子。陆明飞，要么你给小月捐献骨髓，要么就让夏思云给我和小月陪葬吧。
明妃，救我！生生要杀我！蒋生生，我不想说第二遍，把刀放下来。我也不想说第二遍，要么你履行承诺给小月捐骨髓，要么我拿夏思云陪葬。蒋生生，你知道我的，最恨的就是被人威胁，也绝不可能接受别人的威胁。把刀放下，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后果？什么后果？陆明飞，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剩下一个小月了。你出尔反尔不给他捐骨髓，就是断了他最后的活路。没了小月，你不会觉得我还有什么可在乎可害怕的吧？难道你女儿发病，你也不怕吗？蒋生生一听到小月发病，立刻侧目低头去看了眼小月。陆明飞立马几步走过去，想拽走被蒋生生要挟的夏思云。蒋生生注意到陆明飞走近，迅速挟持着夏思云后退了2步。陆明飞朝着门口的保镖递了个眼色，保镖迅疾的几步过来，毫无预兆的将小月扯走。被保镖拽走的小月尖锐的哭了起来。陆明飞黑着脸从保镖手里抓过小月。蒋生生，你敢动刀子，我就让你女儿死无全尸。陆明飞，你为什么就一定要这样逼我？把刀放下来，我的耐心有限。我求你了，我放了夏思云，你给小月捐骨髓吧。再拖下去，小月真的会死的。你不能那么狠心，你不能。好样的，你还真是执迷不悟。看来你是真不想再看到你女儿了。说完，陆明飞没有半点迟疑，将手上的小月带了下。蒋生生嘶喊一声，小月，跌跌撞撞的冲了过去，手忙脚乱的将小月从陆明飞那里抢了过来。小月不怕，妈妈抱，有妈妈抱。是爸爸，坏人。小月说完就陷入了昏迷。蒋生生抱着小月，手足无措的起身出去叫医生。医生，我女儿发病了，求您快救救她。蒋小姐，您女儿的医药费已经拖欠了很久，医院有医院的规矩，治病需要先交钱，以前已经是给您脱例了。我明白，我都明白，我很快就去交钱，求您先给我女儿看看。男医生站着没动。陆明飞寒声道：蒋生生，你女儿现在的下场是你咎由自取，不会有任何一家医院敢收留你们。你不能这么残忍，如果有一天你知道真相，知道小月就是你的。够了！陆明飞不耐至极的打断了他的，直接回了病房。我要见顾修远顾医生。顾医生去国外出差了。看着怀里的小月半点声息都没，蒋生生只能疾步回病房找陆明飞。求你救救小月，她真的撑不住了。要我救你女儿也不是不可以，你给思云跪下，给她道歉，直到她满意为止。不要跪，先救人要生生，你跟我去我办公室吧。蒋生生也顾不上多说，立马跟着顾修远出去了。明飞，你别生气，我没事的，不需要生生道歉。顾医生真是个好医生，每次生生跟小月有事，都是他最乐意帮忙。小月病了这么长时间，真是多亏他的照顾。顾修远带着蒋生生跟小月到了办公室，对小月做了下心肺复苏后，就很快醒了过来。顾叔叔，小月还有哪里不舒服吗？没有不舒服。蒋生生刚舒了一口气，陆明飞就走了进来。去给思云下跪道歉。生生不需要再请他，何况下跪。怎么，真以为顾修远能给你撑腰啊？蒋生生，你想清楚了，以后都要顾修远帮你。顾医生，我不能连累你，谢谢你救了小月，我先带她出去了。经历了这么多，你难道还不明白？陆明飞跟夏思云一个愚蠢一个恶毒，就算这一次你给夏思云下跪，换来小月继续住院2-3天，但不出钱，夏思云肯定会再有花招，让小月再一次身处险境。可顾医生，小月需要留在医院治疗，要不她活不下去的。生生，就算所有的医院都不收留小月，以我的医术，一个人也可以医治了小月。我家里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备和药物，你确定不要跟我离开，而要小月留在这里等死吗？蒋生生看了看陆明飞，满脸不安。想走就走，放心，我不拦你，死了也别找我。顾医生，谢谢你，我跟你走。你能想明白就好，那我们现在就走。陆明飞面无表情的看着顾修远将蒋生生跟小月2人带走。先生，需要我去拦住太太吗？拦？他想要找死，为什么要拦？从现在开始，我不希望从警院任何人口中再听到太太这个称呼。是，先生，我会吩咐下去。陆明飞绷着脸直接回了夏思云那。顾修远带着蒋生生跟小月回了顾家老。顾先生，对不起，拖累了你。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们都认识多少年了？现在让小月安定下来，好好养身体，找到适配的骨髓去移植，治好病。谢谢。你跟小月先去休息，有事明天再说。蒋生生躺在陌生的卧室，一直到后半夜才睡着。醒来时已经快到中午，看到身边的小月不见了，慌张的出了卧室去找人。看到的是顾修远抱着小月在客厅。小月，想不想出去逛街呀？要不顾叔叔今天带你跟妈妈去逛街吧？可以吗？和妈妈说我的身体不好，要多休息。顾叔叔是医生，你妈妈也要听医生的。好耶，可以出去玩了。吃过午饭后，3个人就出发了。到了市里最大的商场，顾修远抱着小月跟蒋生生进了。然而外面不远处，陆明飞面色不好的看着，隔了半晌才出声道：安排好的新闻放出去了吗？顾修远带着蒋生生和小月在商城逛了一下午，直到临近傍晚，小月高兴的一张小脸红扑扑的。开车回去的路上，还意犹未尽的一直在蒋生生耳边念叨：顾叔叔说等我的病好了，下次带我去游乐园玩。妈妈，我的病还要多久才会好？快了，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太好了。小月的病确实很快就会好了。你还记不记得之前在医院带过我的宋教授吗？记得，宋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医学专家，很厉害。对，他最近在专攻血液类的疾病，其中就包
包括了白血病。我联系了他，他在国内很多医院都有人脉，答应会全力帮助小月去找适配的骨髓。真的吗？太好了，太谢谢你了，顾医生。你不用跟我客气，我只是能帮你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生生，你要相信，生活还没到那么绝望的地步，苦日子总能熬出头的。我相信。回到顾家老宅的时候，看到了一辆陌生的车子，刚进了大门，客厅里就传出来男人有些激动的声音：“老顾，你糊涂啊！李校长，我清者自清。”两人还想说什么，注意到了蒋生生几个人回来。顾富强装冷静：“回来了，修远，你先带生生跟小月去休息，一会再过来一趟，爸有几句话跟你说。”蒋生生一看就知道出事了。顾叔叔，我自己抱小月去休息就行了。顾医生，你们先聊着。顾修远也没多说，只点了点头。蒋生生将小月放到床上。想到陆明飞是什么人，就立马出了卧室，轻声走到了楼梯口，就听到了黎校长的声音：“我当然相信你，老顾你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但现在我相信是不管用。新闻已经传开了，身为大学教授，被传说多次诱骗女学生，有模糊不清的照片，还有女学生的亲口指证，这背后肯定有人蓄意陷害我爸。那照片肯定是假的，找专业人士鉴定一下就能知道。至于那个胡说八道的女学生，可以报警让警方去查问她。”修远，你太年轻，事情怎么会这么简单？至于报警，这事情没有水落石出，警察有什么资格抓那个女学生去询问？蒋生生听着楼下的话，手机震动了一下，拿出来就看到了陆明飞发来的信息：“蒋生生，我只等你到今晚。”蒋生生正盯着手机上的信息，楼下突然传来一阵混乱的声响。蒋生生一冲出去，就看到了顾老爷子咳着血，直接栽倒在了地上，陷入了昏迷。顾修远背着老子跟黎校长一起急匆匆的出了门，送老爷子去了医院。蒋生生转身回到了卧室，将小月抱了起来，走到了李嫂身边。李嫂，麻烦您帮我转告顾医生一句，我带小月先回去了。蒋小姐，您这么晚了回去干什么？再说了，现在您要是走了，回头我恐怕没法跟顾医生交代。李嫂，顾家出事是因为我得罪了人，住到这里会牵连了顾家，所以只有我走，顾家才能消停下来。蒋生生抱着小月出了大门，睡得正香的小月从睡梦中惊醒了过来。妈妈，我们要去哪里呀？我们去爸爸那里，在这打扰顾叔叔已经很久了，这样不礼貌。可以不去爸爸那里吗？小月不是很喜欢爸爸了。对不起啊，小月，都是妈妈没用。小月不怪妈妈，妈妈没有错，只要妈妈在，小月去哪都不害怕。蒋生生如鲠在喉，说不出话，抱紧小月，深一脚浅一脚往前面，也不知道到底走多久，才终于打到了出租车，抱着小月上了出租车，朝着陆明飞的家疾驶而去。到了陆家别墅前，等半天，陆明飞的管家明叔才走了出来。明叔，请您跟陆明飞说一声，我知道错了，我带小月回来了，一切都是我的错，求他放过顾家。先生说过了，他不想再见您。您如果是来求先生，求人就该有求人的态度。您还是先生生，怎么拿出您的诚意来？明叔，我确实不明白他想要的诚意是什么，您告诉我，我都可以照做。蒋小姐，先生说不许您母女再走进警院半步，但他没有说您不能跪着进去。跪又是跪，这是第几次被逼下跪了？蒋生生吸一口气，良久后才开口：“我跪着进去，他就会放过顾家，会救我女儿吗？”蒋小姐，您并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蒋生生不再多说，慢慢跪了下去。蒋小姐，您女儿如果想进警院，也要跪着进去。妈妈，我害怕，我们回顾叔叔那里好不好？蒋生生将小月死死抱在怀里。小月不行，她现在的身体太差了，让她跪着进去会出事的。蒋小姐，那请回吧。说完，明叔就往里走。好，我答应让小月一起跪着进去。明叔看着他，没再说话。到了这个时候，小月就乖乖的跪了下去，没再吭声。就这样，4岁的孩子跟着蒋生生膝盖一前一后向警院里面等跪着进了警院的大门。小月直接头一歪昏睡了过去。陆明飞正坐在沙发上陪着夏思云，也没回身看一眼。明叔走近过去，小心问道：“先生，蒋小姐跟她女儿跪着进来，他们今晚是住在哪里？”扔地下室去就行了，一身肮脏带到这来干什么？是啊，先生。明飞，你别这样，生生跟顾医生离开，肯定也是一时糊涂。毕竟顾医生年轻有为，确实也优秀，但他现在也好好认错了。要不把你让我住的那间卧室先给他们吧，我随便住哪都行。他会弄脏了你的卧室。生生好歹是我的妹妹，你怎么这么说？再怎么样也不能让他们住地下室，地下室里还养着狗，生生最怕狗了，万一狗伤到生生跟小月怎么办？那就让他们住到那条狗的房间吧。蒋生生闻言身体巨震，不等他说一个字，就被保镖直接拖拽起，丢进了地下室的那间房间里。然而旁边的大狗看向出现到他领地来的2个陌生人，开始呲牙狂吠，朝他们逼近过来。
续接上集，蒋生生和小月被关进地下室，缩在蒋生生怀里的小月看着扑了过来的大黄，再也撑不住，发出惊恐尖锐的哭喊声。蒋生生很轻的安抚小月，不哭，不要怕，不哭喊狗就不会过来了。小月死死咬着嘴唇，在蒋生生怀里拼命发抖。那只大黄狗逼近到蒋生生面前，大概感觉他们母女没什么威胁，就回自己的地方睡觉去。蒋生生站着半天，确定他睡着了，才敢无声无息地坐了下。他实在太困了，慢慢坚持不住，陷入了昏睡，直到感觉怀里空落落的，才猛地惊醒，小月不见了。还没等他回过神来，陆明飞大步过来，拽住他就往外面。蒋生生急声：“陆明飞，我女儿呢？”陆明飞一个字都没说，拽着他离开地下室，直接扔进了夏思云的卧室，跪着跟思云道歉。什么时候他原谅你了？什么时候你才能起来？然后头也不回的走。夏思云很确定陆明飞去了公司一时半会不会，所以表面都不装了，直接走到蒋生生面前，看向跪在地上的蒋生生，鄙夷的说：“哟，住着狗舍，还真跟条狗似的，就差给你拴条链子了。”蒋生生也不管夏思云说了什么，着急出去找小月。夏思云挡在他的面前，不急不慢道：“别白费力气了，你女儿都被吃完了，你这时候就是跑出去找，也顶多看到一点骨头渣了。”你说什么？明飞好心带你女儿给家庭医生诊治，可你女儿嘴里却一直叫着那个顾修远，连明飞碰她一下都不让，明飞就随便揍了她一顿。谁知道那小贱种那么经不住事，居然就断气了。不可能，他不可能那么狠心。就算他认为小月不是他的女儿，他怎么可能狠到弄死一个孩子？是假的，一定是假的！你给我让开，我要去找小月。现在去也晚了，你女儿也没几块肉，这会估计也就剩下点骨头了。听到这些，蒋生生彻底失控地扑向夏思云，将他揍到了地上，拼命厮打他。没多久，陆明飞满脸暴躁的大步进，将压在夏思云身上的蒋生生猛地拽开，狠狠甩在了地上。陆明飞，夏思云说你杀了小月，他骗我的，对不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生生在说什么，一定是他误会了什么了。明飞，你别怪他，都是我的错，要不让我离开警院吧，我怕下次他再看到我又会生气。生生，你放心，我不会再来警院了。思云，你在说什么傻话？我们早晚会结婚的，这里是你的家，要走也该是讲他走。可是明飞，你知道生生在意你，小月也把你当她的生父似的，他们母女离不开你，还是我走吧。思云，你好好留下来，我会让蒋生生跟那个野种离开的。那明飞，生生跟小月已经受苦这么多年了，你能不能放过他们，不要再折磨他们了？不能，蒋生生赎的罪还远远不够。思云，你受伤了，让林医生先带你去好好看看，我很快会过来陪你。夏思云乖巧点头，先出去。陆明飞这才回身看向蒋生生：“谁给你的胆子伤害思云的？要不是思云求情，我现在早就弄死你那个野种了。你不是会打人吗？我倒要看看，等下换个地方，你揍不揍得过一帮大男人？”陆明飞粗鲁地拽着他离开了夏思云的房间，将他塞进车里。半个小时后，车子在夜色酒吧外面停了下。陆明飞满脸阴寒地将蒋生生拖进了一个包厢里。陆少，这就是您说的夜色新来的小姐。李总喜欢，就先给你了。那就谢谢陆少了。李总说完，满脸淫笑走向蒋生生，当看到他的脸就有些犯是陆少的妻子。陆少，您跟我开玩笑的吧？您的人我们哪敢动啊？谁说他是我的人？他配吗？蒋生生才刚松了口气，一个身形挺拔的男人大步迈进。哟，这不是陆大少被逼娶的老炮吗？陆大少这是破产了，拿老炮出来卖。副总要是喜欢，就送你了。傅白打量着狼狈不堪的蒋生生，挤不过去，直接将他单手扛起来。我正愁今晚没得吃，多谢沈大少送的老炮。就这样，蒋生生被傅白扛在肩上，在众目睽睽的视线中出了包厢。我是陆明飞的妻子，他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要是动了我，他不会饶了你。巧了，我想睡的就是陆明飞的老炮，他要是把别的女人给我，我还瞧不上。蒋生生徒劳无功的拼命挣扎，直到被带到了酒店客房。傅白将他扔到床上，在他耳边轻轻的嗅了嗅。陆明飞的妻子是什么滋味啊？包厢里面，李总觉察到气氛不对，起身找借口离开。等人走了，明叔走到了陆明飞身边。先生，我去把菜，把蒋守杰带回来吧。陆明飞一个字也没说。明叔叫来了夜色酒吧的经理。陆总，傅白先生刚刚带着一位小姐离开了夜色，并没有在这边开房间。陆明飞面色彻底黑了，一言不发的离开了夜色。车开出去没多远，手机响起。明飞，你还没忙完吗？我看生生都回来了，他不是跟你一起出去的吗？你怎么没回来？在回来的路上了，很快到家。好的，那我给生生送点药过去，他看起来都生病了。必须给他送，别让他又伤到你了。那我让保姆去送。好了，别说这些了，外面挺冷的，你早点回来。陆明飞挂了电话，看向前面开车的明叔。回庄园。先生，不找蒋守杰了吗？我跟你说要找他了吗？等回了家，陆明飞直接进了夏思云的卧室。保姆开口道：先生，林医生说夏小姐被蒋小姐打得有些严重，建议夏小姐去医院检查一下。明飞，你要是忙，我就自己去医院看看吧，我没事，没那么严重的。陆明飞抱起夏思云去了医院。等到医院那边一番检查，医生夏鹏说夏思云情况不轻，要求住院。陆明飞彻夜留了下来陪夏思云。第二天一早，陆明飞就被手机声吵醒，居然是傅白打过来。味道不错，多谢陆总。
震撼。夏思云陷害蒋生生是要他能逃脱命运的安排吗？陆明飞刚挂完电话，夏思云就醒，保姆给他带了早餐过来。思云，你昨天晚上看到蒋生生回警院了？对啊，保姆说生生回了警院。怎么了，明飞？生生没事吧？没什么，随口问一句。先生，我想起来了，蒋小姐回来的时候看着很高兴，还说了句奇怪的话，说是以后再也不用怕您了就离开了。是这样啊？你怎么不早说？你让我现在怎么跟明飞交代？思云，这不关你的事，你好好休息，我出去一趟。说完，陆明飞直接起身，疾步走出了病房。陆明飞一走，夏思云满意的看向保姆：小姐，您总算等到这一天了，一个小三生的贱货也配跟您抢陆先生？你说落到傅白那个疯子手里，他还活着吗？多半是没有了。退一万步讲，就算他命大还活着，那也已经脏了。以后啊，您就是陆太太了。一切都是他活该，他母亲抢我父亲，现在他又妄想抢我的男人，他们母女都是找死。蒋生生睡得很迷糊，直到门外有敲门声响起，他才猛地惊醒了过来。穿戴整齐后，跨步往外面走去。由于放心不下还在警院的小，出了酒店就打车回了警院。车子在警院停了下，蒋生生刚下车，陆明飞就满脸暴怒，几步逼近，狠狠掐住了他的脖子。你给傅白睡了？我跟他昨晚睡了一夜。蒋生生，你怎么敢？我看你真的是活腻了。我早就活腻了，你不会今天才知道吧？蒋生生，你真下贱！陆明飞拽着蒋生生回了警院，直接丢回了地下室。夏医生来地下室一趟。先生，要给蒋小姐诊治一下吗？她看起来面色很差。夏姐肮脏，死了也是她活该。把那野种弄过来，跟她一起扔在这里。可是先生，小月正在打点滴，高烧环没有退，加上白血病，这时候中断治疗会出事的。叫你去办。夏医生应了声，离开了地下室，将小月抱了过来，放到了蒋生生身边，随即就离开了。陆明飞刚转身走了几步，就听到了蒋生生有些奄奄一息的声音：陆明飞，还不够吗？到底还要我怎么样，你才能放过小月？陆明飞动作微顿，到底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回了书房，打开了电脑，查看地下室的监控画面。画面里，小月嘴里不停地吐着血，处于半昏迷的状态。妈妈疼！蒋生生抱着小月，拼命地喊着：陆明飞，求求你，救救小月！陆明飞盯着画面想：这一次我非得好好给他一个教训，将他们母女关个10天半个月，让他长长记性。在看向监控画面时，身体猛地一僵，蒋生生居然抱着小月撞在了墙上。陆明飞黑了脸，疾步走出了书房。等赶去地下室，倒在地上的蒋生生坚持着爬了起，死死拽住了他的：救救小月，救救她！陆明飞直接将他踹开，蒋生生倔强地爬过来说：你先救救小月，要是小月有事，我也不会活的。蒋生生，就你也配威胁我？求你快救救小月！小月白血病导致了凝血功能障碍，这样下去她真的会死的。陆明飞冷笑一声：安分了吗？我错了，都是我的错，求你救救小月！不可能，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他话音未落，外面保姆匆忙跑进来：先生不好了，夏小姐一回来就昏倒了。怎么回事？刚刚在医院那边，夏小姐看您急匆匆走了，很担心蒋小姐出事，她说什么要回来看看，结果一赶回来就体力不支昏倒了，都怪我没能拦住夏小姐。陆明飞急忙走出了地下室，看到夏思云虚弱的坐在沙发上，急忙走了过去：怎么不在医院好好待着？明飞，生生找到了吗？我就这么一个妹妹，已经回来了。她那种女人能出什么事情？好了，先让夏医生给你看看，晚些我送你回医院。只要生生回来就好。陆明飞叫来了夏医生来给他诊治，等诊治完了，看夏医生的神色凝重，起身示意他去书房。夏医生跟去书房才沉重的开：夏小姐目前的情况很不好，她现在体内的肝脏不足以应付身体需要，这次晕倒还只是一个开始，而且医院那边做了检查，说她的肝脏有衰竭的迹象。那要怎么办？我让国外那边医疗所研究出了一种修复肝脏的药物，能更快的调理好肝脏，只是药物刚制作出来，最好是先试药。是啊，怎么是？是让思云先试着小剂量服用吗？不是让夏小姐试药，夏小姐现在的身体太过虚弱了。你的意思是要另外找人试药？是的，先生。夏医生，你要是心里有合适的人选，就直接说出来。先生，我个人觉得蒋小姐跟夏小姐是姐妹，又是同一时间做的肝脏手术，蒋小姐捐献掉了部分肝脏，如果让她来试这个药，对夏小姐是最有参考价值的。国外那边研发出的药后还没给任何人试过吗？这个新药也不是完全没试用过，药物研制出来后，那边医疗所的研发医生自己亲自服用过。那为什么还要试？我个人感觉夏小姐毕竟是先生很在意的人，所以用药需要谨慎再谨慎，当然一切看先生您的。那就把药先给江生生试一下，思云的身体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夏医生点头正要出去，外面夏思云突然进来：明飞，你不能这样，你怎么能让生生帮我试药？这样太危险。不用管蒋生生，你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可万一药物有副作用，让生生有生命危险怎么办？那正好，他死了就救了你一命。好了，思云，不用再说了，你跟夏医生一起出去吧。夏思云没再说什么，一脸悲伤的跟着夏医生出去，离开了书房，立刻换上了阴狠的表情。蒋生生，你的死期终于到了。小姐，那我们现在就去地下室吧。夏思云很是满意的点，跟他一起下楼去了地下室。蒋生生，我让夏医生研究出了一种好东西，夏医生说是拿出来给我治疗肝脏的，明飞说让你先来试试。不可能，明飞不会让我试药。夏思云将手机拿出来，拨
播放刚刚录下的声音。不用管蒋生生，你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相比之下，他算什么？可万一药物有副作用，让生生有生命危险怎么办？那正好，他死了就是救了你一命，他死有余辜。蒋生生难以置信地看向夏思云的手机，夏思云不耐烦地道：“别磨蹭了，把药给他灌下去吧。”蒋生生被灌下药剂后，意识渐渐模糊涣散，恍惚出声：“明飞，为什么？”夏思云狠狠一巴掌扇到了他的脸。夏贱，你也配叫明飞？你算什么东西？说完，夏思云和夏医生一起走出了地下室。接连几天下来，陆明飞始终没有来过。一天深夜，他照样被夏医生灌了药后，突然感觉到有人躺到了他身边，一只小手轻拍着他，小声道：“妈妈不怕。”小月哄妈妈睡觉，那个坏阿姨跟爸爸一起出去了，妈妈乖乖睡，小月会陪着你的。蒋生生闭着眼睛，眼泪无声无息滑落下去。妈妈别难过，药是痛可以哭的。夏思云从外面含怒走，直接拽住小月的衣领。小月，陆叔叔不是都告诉你了吗？你以后是我的女儿，要乖乖听我的话，明白吗？你胡说，你是坏人。妈妈说坏人会下地狱的。夏思云直接扇了小月一耳光，并且松手让她摔到了地上。小月发出尖锐的哭声。陆明飞听到哭声从书房出来，夏医生看到陆明飞，明显有些沉不住气。陆先生，蒋小姐现在需要静养，没人进去打扰才能更好的观察药效，您暂时还是别进去了吧。陆明飞一脚踹开夏医生。什么时候需要你一个医生教我做事了？说完直接朝着地下室走去。夏医生慌忙拿出手机给夏思云发去信息，也跟着去了地下室。陆明飞刚到地下室，就看到了蜷缩在地上的蒋生生，看向了一旁的夏医生。他是怎么回事？蒋小姐这2天有点感冒，我认为住在这样的地下室很不合适的。我知道您对蒋小姐有些不满，当时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要不您让她换个好点的房间吧。只是因为这里冷而感冒了？你给她试的那个药效果怎么样？是的，蒋小姐现在身体的不适，只是因为重感冒，试的那个药效果还不错。对了，陆先生，关于要给夏小姐用的那个药，我又发现了一点问题，想尽快跟您单独聊一下。那出去说吧。夏医生点头，跟着陆明飞离开。转眼10天过去，夏医生给蒋生生灌完最后一次药，带着他去了客厅。陆明飞正陪着夏思云在客厅，看到蒋生生被带过来，也没有太大反应。先生，药物的实验效果很好，蒋小姐的肝脏恢复了很多，这样一来就可以开始给夏小姐服用了。你去办就行。蒋生生看向坐在客厅的夏思云，跌跌撞撞的爬了过去。我的小月呢？你把我的小月怎么样了？生生，我没有动小月，你为什么总要怪我？小月有些贪玩，几天前不小心从高处摔下去了，夏医生正在给她治疗，相信她很快就能醒过来了。给我灌有毒的药物，想要我的命，还不放过我的女儿夏思云，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我哪里对不起你？看来你还是不长记性，将她丢到外面去。几个保镖上前拽住蒋生生往外面拖。小月要是有事，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的。蒋生生被保镖丢到了警院外，刺骨的寒风刮到他身上，冷不防一阵强烈的反胃，他控制不住的一口鲜血喷射出。我这是要死了吗？我还有小月，不能在这等死，得去医院检查一下。蒋生生艰难的一步步走着离开这，等他打到车到达医院的时候，已经是精疲力尽，下了车就直接进了就诊，却没想到一进大厅就看到了一身白大褂的顾修远，正快步朝他这边走过来。你怎么来了？我想过来检查一下身体。你跟我过来吧，我给你安排检查。一系列的检查做下来后，蒋生生和顾修远坐在走廊上等待检查结果。顾医生，人的直觉准吗？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别那么悲观，你的身体不会有事的。希望吧，小月还需要我照顾。临近中午，一个护士把检查单子送了过来。顾修远接过单子，整个人跟凝固住了。特别严重吗？不严重啊，只是你心理压力太大，有点炎症而已，吃点药就好了。顾医生，我想听真话。顾修远有些颓废的在他的身边坐了下。生生，肝癌换肝脏也是可以保命的。我以前的身体还不错，肝脏也没有问题，怎么会突然到肝癌的地步？有些事情你不知道，或许更好。我只是想在死之前知道真相。你给夏思云捐献了70%的肝脏，在手术台上命悬一线时，陆明飞以你丈夫的身份签字要求继续手术。还有近期你是不是摄入了什么药物？体内积攒了大量的毒素，你的肝脏本来就很难支撑身体所需，可那些毒素进一步对肝脏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导致肝脏走向了衰竭癌变。70%的肝脏被切割，陆明飞真狠啊！以丈夫的身份签字，他怎么配啊？蒋生生走出医院的时候，外面漫天飞雪，他没打车，有些失魂落魄的往医院外面。肝癌、小月的白血病，一片黑暗的前。但这一刻，他突然很渴望能听到一点温暖声，还是没忍住拨通了那个号码。妈，我能不能回来一趟？你想回哪？你买的那破房子我已经卖掉了，才换了不到10万，3、2天就花光了，现在我都没地方住，你赶紧给我弄点钱来，找你爸也好，找陆明飞也好。你把我房子卖了，卖给谁了？那么个破房子卖了怎么了？本来就是2手的，能值几个钱？我问你，你卖给谁了？懒得跟你废话，老子当年费那么
么大心思，让你上了陆明飞的床，揣着孩子嫁给他，还等着跟你吃香喝辣。早知道你这么废物，还不如不浪费那个时间。5年前那事是你干的，废物！那边骂了句，直接挂断了电话。不知道走了多久，一辆车在他旁边停了下来。陆明飞从车上下，几步逼近到他面前。蒋生生，你就那么下贱，那么耐不住寂寞，又来找顾修远？陆明飞，你是不是词穷啊？来来回回骂来骂去，也就那么2个词。你到底干什么来了？你想要知道啊？那你看吧。蒋生生直接将手上的单子递了过去。肝癌跑出去1整天，你就拿这么个东西来敷衍我？单子是你要看的，信不信是你的事情。你觉得我会相信吗？当然不会啊，你陆明飞怎么会信我的鬼话呢？少跟我阴阳怪气，你不就是嫉恨思云吗？我嫉恨他什么？要是人生能重来一次，我就是流落街头当个乞丐，也不会选择跟夏家相认；我就是嫁给一条狗，也不会选择嫁给你。你再说一遍，蒋生生，你是不是真的活腻了？我早活腻了，掐脖子算什么本事？你有种就直接掐死我呀！当年就是我给你下药，逼你娶了我，今天这个检查单也是我伪造的。蒋生生，你终于承认了？是啊，我都认了，我无恶不作，把夏思云害成这样，证据确凿。来，你杀了我呀！疯子，杀人都不敢，你这个孬种，废物！陆明飞一把将他塞进了车里，开车回警院。他不是要寻死吗？我今天就成全了他。到了警院，陆明飞直接将蒋生生丢给了几个保镖，带他去好好长长记性。几个保镖直接拽着蒋生生去了地下室，明叔也一起跟了过去。蒋小姐，你这有何必呢？给先生好好认个错。你跟你女儿又怎么会到这种地步？明叔，陆明非要我认的，我全认了，还不够吗？先生要的是你的态度，怎么样才能讨先生欢心，让他不要再那么为难你？蒋小姐，你是最清楚的。您高看我了，讨他欢心的办法我不清楚。蒋小姐执意要这样，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说完，明叔直接先出去了。几个保镖朝着蒋生生逼近，突然外面响起夏思云的声音：“明飞，你别拦着我，让我进去看看生生。”陆明飞没有阻止，夏思云急忙走了进去。你们都出去。生生，你有没有受伤？你放心，我跟明飞说过了，他不会真的伤害你的。滚出去！我知道你心情很不好，可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小月着想啊。他还这么小，等着骨髓救命。但凡你不要气明飞，他总也会心软的，会帮你给小月想办法的。好，是你不走的。蒋生生一把揪住夏思云，将他摔在了地上，一拳一拳的朝他狠狠砸过去。夏思云，你不是总说我打你吗？那我帮你实现愿望，这是开始。总有一天我会拿下你的人头，给小月当祭品。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身后传来了陆明飞暴怒的声音：“谁给你的胆子，敢伤害思云？”陆明飞几步冲过来，一把拽住蒋生生的头发，直接将他摔在地上，对着他猛地踹了一脚。看着昏迷不醒的夏思云，直接将他抱了起，疾步离开了这。到了卧室，叫来夏医生来给他诊治，才直接大步去了地下室，吩咐几个保镖给我打，打到他不敢再伤害思云为止。几个保镖围了过来，瞬间雨点般的拳头就落到了蒋生生身上，没一会蒋生生就昏迷了过去。陆明飞看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蒋生生，就吩咐保镖去提1桶冷水来，我看他还昏不昏迷。保镖小跑去厨房提了1桶冷水过来，陆明飞接过水桶，直接全部泼到了蒋生生的身上，可躺在地上的人仍是一动不动。保镖上前探了下蒋生生的鼻息，脸色骤然一变：“先生，蒋小姐已经没有呼吸了。”你说什么？蒋小姐的呼吸好像停止了。陆明飞走近，踹了他2下，看地上的人仍是没有反应，才皱眉道：“去叫夏医生过来看看。”保镖这才反应过来，立马去请夏医生。夏医生过来以后，陆明飞直接对他说：“给他看看呼吸怎么没了。”夏医生点头，刚走到蒋生生身边，夏思云就被保姆扶着走进来。生生出事了吗？都怪我，是我过去惹他生气了。夏医生边给蒋生生做心肺复苏，边不动声色地朝夏思云的方向看了一眼。夏思云轻微的摇了摇，夏医生才开始全力他救。大概10多分钟，蒋生生才发出一声痛苦的咳嗽声。看到蒋生生醒，陆明飞快步走进过去：“是不是没多大问题了？”“是的，先生，蒋小姐并没有大问题，就是有点感冒着凉了。现在这样的冬天，就是身体再好的人，在外面待久了也会感冒生病的。蒋小姐在这样的天气，还是尽量少出门走动比较好。”“活该，思云，你伤得重，多注意休息才是最重要的。”生生肯定是今天去医院照顾医生吹了风才感冒的，他肯定是自己生病了才去医院的。明飞，你别怪他。陆明飞没说话，直接带着夏思云出去。蒋生生想到了小月，还是忍着浑身的疼，摇摇晃晃起身走出了地下室。刚到客厅就被陆明飞看到，立马面露嫌恶：“谁允许你出来的？给我滚回去！”小月是不是真的摔伤了？那是他自找的。陆明飞，无论当丈夫还是父亲，你都不配。我说了，是他自己摔的。你去死吧！蒋生生拿起水果刀，拼命刺向陆明飞的心口。陆明飞拽住他持刀的手，将他摔倒了沙发上。蒋生生，你总是这么会找死，下次想找死之前，你最好先弄死你女儿，否则等你一死，你女儿在我手里就不止摔成哑巴这么简单了。蒋生生没吭声，陆明飞直接将他拽了起来。我在跟你说话，听见了吗？蒋生生被他突然这么一拽，一口鲜血喷射而出。你吐血了？是啊，我早就开始吐血了。夏思云逼我捐了70%的肝脏，给我灌毒药，导致我肝脏无法恢复，发展成了肝癌，我快要死了。吐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夏医生给你试的药是调理肝脏的药，对你只有好处。
处，现在思云自己也吃了。陆明飞，既然你不相信我，为什么还总是要问我呢？我想听的是实话。你想听的话，应该要夏思云说，我这里没有你想听的。陆明飞被噎到，一时没说得出话，盯着蒋生生看了老半天，眉头末尾说了一句：“蒋生生，你给我也生个女儿吧。”别拖了，你脑子不好，还是去看看吧。你没得选，不想生也得生。如果你还想让你女儿活下去，那你杀了她吧。别装了，谁不知道你最在意那个野种啊？绝症，哑巴。陆明飞到了这种地步，他活着比死了更痛苦。你要是想，现在就动手吧。黄泉弟弟有我陪着他。我们可以签合同，只要你给我生个孩子，我就给小月找到适配的骨髓，治好她的病。你不是不想要小月继续留在这里吗？我可以让你送走她，顾修远带走她也行，合同里都可以写清楚。是你傻，还是你当我傻？小月只剩下2个月的生命，就算我给你生孩子，等孩子生下了，小月早就走了，骨髓还有什么用？至于合同，你不会真以为我会相信你吧？医生检查了，我跟小月的骨髓不适配，接受不适配的骨髓会产生排斥反应致死，医院不会做，不是我出尔反尔。小月剩下的时间不多，来不及另找适配的骨髓，我要你自己给她捐骨髓，否则生孩子的事不可能。把你手机给我，我给向阳打过去。你说。向医生，我想麻烦你一件事，你现在在医院吗？生生啊，找我什么事？是这样，我想请你帮忙，给陆明飞和小月做骨髓适配检查。小月白血病，需要有人给她捐献骨髓。去3楼做检查，来小月月向叔叔报，这孩子都瘦成这样，摊上这么个爹，自己贪玩从楼上摔下去了，摔成了不会说话的哑巴。陆明飞，你就当行行好，放他们母女走吧，让你的夏白花去祸害下别人。向阳，你对思雨有误会，他的为人我很清楚，请你注意你的言辞。打个赌怎么？要是骨髓检查结果是你放生生母女出国，要是不是，我登门去给你的夏白花道歉。我当年不该说她睡鸭子，要再大，我给你和小月做个亲子鉴定，要是结果你们是亲父女，以后你把她送给我做女儿，让她叫我一声爹，要不是亲的，随便你怎样。老板，您要的单子结果出来了，适配。给我看做什么？给这位沈总看。亲子鉴定还有必要做吗？不过我这里不太乐意做你生意，得先说好了，你在我这里做鉴定，如果结果是亲父女，你女儿得送给我。说好的，骨髓检查做完之后，你会立马同意给小月安排骨髓移植，你也该准备捐献骨髓了。好。小姑娘，不要有压力，你有个这么负责的爸爸，等爸爸给你捐献了骨髓，你就有健康的身体了。谁说这孩子是我女儿了？先生，一看就知道啊，你们父女性别虽然不一样，但眉眼五官的相似之处太多了，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凡长了眼睛、脑子正常的人都能看出来。陆明飞，你这下没话说了。那我现在就带我女儿去办理入院。明叔，给我去查一下，我跟小月在江城医院做骨髓适配度检查的那天，检查结果为什么会出错？是谁动了手脚？我跟那个野种真的长得很像。你说哪个野种？蒋生生生的那个女儿。沈总，骂别人就算了，别总逮着自己骂。骨髓适配结果都出来了，总骂自己生的是野种又何必呢？骨髓适配也未必就有血缘关系。晚点你给我跟那爷跟小月做个亲子鉴定。抱歉啊，不奉陪了。先生，贾小姐说她身体不舒服，唐小姐下手有些重，夏小姐身上留了不少伤，您那边是有急事需要她现在过来吗？让司机送她过来，如果她很不舒服，林嫂你陪她一起过来。夏医生，解释一下。沈先生，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不知道要解释什么。这医院的监控视频是什么时候的？先生跟小月做骨髓适配检查的那天，检查是夏医生你负责，这些监控也是那天。监控上面王医生是调换了骨髓样本吧？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简直医德沦丧，应该判重刑。夏医生，你倒是把自己撇得干，监控上面清清楚，是你偷偷跟那王医生说了话，王医生才调换了样本。向先生，医德是最重要的，王医生的行为令人发指，怎么可能是我指使的？我那天确实跟他说了几句话，说那检查重要，让他早点安排做了，别的什么都没说。是吗？一个骨髓样让个护士去送就好像大可不必，夏医生还亲自交代让早点。所以沈先生您叫我过来就是在怀疑我吗？我自认问心无愧，如果沈先生就凭这样一份监控就要定我的罪，那我无话可说。那这个呢？思云是我堂妹，我过去病房给她做检查，顺便聊了几句家常话，我不明白这个又哪里有问题吗？什么事情聊得这么开心？明飞，你连我都怀疑吗？好，我说，我记得那天我跟我堂哥也就是夏医生聊的是他快要升职的事情，医院要提拔新的科室主任，夏医生成为了3个候选人之一，很可能会成为新的主任。他当初不顾家人反对，因为自己的爱好而当了医生，熬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所成就了，他很高兴，我也替他高兴。思云，我一直以为沈先生很信任你，爱护你，想不到就因为有新人轻飘飘几句挑拨，哈。那个王医生带过来了吗？问过了吗？别问了，那王医生认说是夏鹏要他做的，还说他跟夏鹏是情人关系，夏鹏跟夏
夏思云给他允诺，办好了事情，让他扎针下闸。血口喷人，简直血口喷人！我从意识多年，从没有被这样诬陷过，没蒙受过这么大的羞辱。如果这个罪名成立，那我宁愿一死了之。堂哥，你别这样，白的黑不了，我一定会想办法证明你的清白的。要是没人能给你证明清白，那我陪你一起去死。明妃都不相信我了，我活着也没意思了。我会跟小月再做一次亲子鉴定，希望结果跟之前一样。如果不一样，那夏医生，巧合不可能有2次，你恐怕难逃其咎。思云，你应该最清楚，我最恨的就是有人算计我、欺骗我，所有人都不能，谁都不会是例外。麻烦明叔在这看着2位了，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之前，不要让他们离开这里半步，不要让他们联系到任何人。堂哥，这下怎么办？医生，小月的情况怎么样了？蒋女士，小月在骨髓移植前需要接受一系列的化疗准备，这些治疗可能会让她感到不适，但这是必要的步骤。陆明飞走到床边，看着睡得很沉的小月和蒋生生，心中涌起复杂的思绪。蒋生生最近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憔悴？小月，我是爸爸，记得吗？医生说我要给你捐骨髓治病，别怕，你只是生病了，爸爸妈妈都是好人，不会害你的。来，爸爸给你梳辫子，好看，真乖。掉下来的头发，爸爸丢到外面垃圾桶里去。陆明飞，你现在倒是疑神疑鬼了。你去送吧，做检测的时候你也盯着，等结果出来。向阳虽然不耐烦，但还是留在检测室旁监督整个过程。要是小月是我女儿，当年的事我懒得追究。先生，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单子拿来，结果是什么？单子还在向先生那里，他说结果肯定错了。周医生，重做检查，这样的结果不可能。院长，结果就是这样，绝无错误。结果单拿过来。陆明飞，你根本不相信小月是你女儿。真相早就清楚不过了，果然是野种。你什么意思？这结果是向阳亲自盯着做的，你还想狡辩？我们谈过的交易还算数吗？蒋生生，亏我还以为冤枉了你，嫁进沈家，你配吗？不怕，妈妈带小月回家。明叔，我怎么感觉蒋生生脑子出问题了？先生，夏小姐刚刚回了警院，在自己卧室拿刀自尽了。什么？思云，都怪我太大意了，我怎么能连你都怀疑呢？先生，夏小姐是真的打定了主意想寻死，她从小就一心对先生您好，被您怀疑，简直就是挖她的心。林嫂，辛苦你了。有些话夏小姐本来不让我说，怕您为难唐小姐，但这次我真的忍不了了，这些照片我必须要给您看看。蒋生生，你还真是恶毒。夏小姐心善，总是很在意蒋小姐这个妹妹，很多事情她其实都知道，但总说蒋小姐是年纪小不懂事，不许我说蒋小姐的半句不是。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再有第2次。南州，我已经死了，对不对？对不起，思云，是我不好，我知道自己错怪了你。我真的不怕死，就怕你不要我了。我不会再让你受苦了，会好好照顾你。蒋生生，你还真是不知好歹，我已经答应了你，会给这个野种捐献骨髓，会放这个野种离开，你就还不知足，一定要逼死思云吗？将这个野种带下去，关起来。滚开，滚开！蒋生生头部撞到茶几边缘，严重受伤，鲜血染红了地毯。他是怎么回事？你要是检查不出来，我带他去医院看一下。先生，蒋小姐这吐的好像不是血。什么意思啊？这是血帮，拍戏常用，用来制造流血效果。思云差点死在他手里了，想就这么离开，他做梦。你在这盯着他，不要给他做任何诊治。给你再加点药剂，再过几次就能成为真正的精神病了。你女儿在地下室，快要死了。你怎么还抱着小月不走啊？小月都要死了，你还不快送她去医院抢救？对，要去医院，妈妈带小月去医院治病。先生，都怪我不好，蒋小姐带着小月不见了。怎么回事？蒋小姐拿出刀抵着自己的脖子，要带小月走，否则就死在这里。我费了半天力气才把门打开出来。果然是心虚了，还敢跑。陆明飞开车找到蜷缩在街边便利店门外的蒋生生母女。你演的还真像，不是很想跑吗？好，从现在开始，你们母女就流落街头吧。
天色已黑，蒋生生在雨中漫无目的的走。宝宝乖，妈妈带你回家。还真是你啊，跟我走。傅白将蒋生生母女带回别墅。傅白，你找死！上次是你把他送给我的，怎么现在不高兴了？让蒋生生接电话。生生，你过来找我睡，怎么也没跟陆总说一声？喂，是我。回来！蒋生生一时没吭声，那边陆明飞火气很大地直接挂了电话。蒋小姐，我突然对你越来越有兴趣了，你好像比我想象的更有意思，要不我们做个交易吧？因为陆明飞，蒋小姐还真是聪明人，看来我们很适合。傅先生高看我了，陆明飞对我只有恨，我没有你想象的那种价值。先别急着下结论，我从不做亏本的买卖，既然我觉得你值，那你肯定就值。不如你先听听我的条件，我帮你离开陆明飞，收留你们母女，给你们找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疗条件治好病。作为条件，你跟我一起弄死沈家，怎么样？傅先生，你在说梦话吗？所以你不考虑？我女儿白血病只能撑1个多月了，来不及找另外合适的骨髓，现在唯一能救她命的骨髓在陆明飞的身体里，所以傅先生你所说的最好的医生跟医疗条件，对我们而言没有意义了。真可怜，命到了沈家人手里，跟死了一个样。蒋生生出去下楼找小月，刚从楼上走下去，他听到一道响亮而突兀的耳光声。他一眼看过去，就看到一个仪态威严的老者将高举起的手收回去，怒视着眼前刚被他扇了耳光的傅白。混账，带走陆先生的老婆孩子，让陆先生大半夜找到了我那里去，傅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我怎么不知道傅家还有脸可丢？反了天了你，一个私生子而已，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父亲的正妻死亡跟你哥哥残废的事情到底是谁做的？你以为这样整个傅家就真的是你说了算？笑话，天大的！老邓，老爷子糊涂了，送他回老宅去好好养着，告诉那边的人好好照顾老爷子。老先生您累了，先回老宅休息吧。让沈总看笑话了，这老不死的，现在傅家还有他说话的份吗？想不到你对自己的长辈也这么冷血。沈总过奖了，要论冷血，我跟你沈家可没法比，也不知道我母亲的冤魂还在不在你二叔家里。什么我二叔？那是你爹，他前2天还念叨着很想念你，说把你当亲生儿子似的。蒋生生下到1楼还没看到小月，就想出去找，刚走到了门口就被陆明飞拽住大步往外面走，到了车边直接扔到了车后座，正要出去就看到了小月，心里一紧，立马将她抱了起来。一路上回去，陆明飞一个字都没说，面上阴云遍布。把这小孩丢在外面，蒋生生给我带过来。陆明飞看了他一眼，走到沙发边上坐下，淡声道：“过来，先生，那孩子一直流鼻水，身体都抽搐了。这外边零下的温度，又这么大的雨，要不还是让他进来吧？不能再这样下去，怕是真要死人的。你到底要怎样？我让你站起来了吗？先生，那孩子昏死过去。”蒋生生慌乱起身，跌跌撞撞朝门外冲了出去，将小月送到了医院。蒋小姐，你女儿必须立马安排换骨髓，她的情况已经到了极其糟糕的程度，我们还只让她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不是说还能等1个多月吗？白血病到了最后的阶段，患者身体极其虚弱，几乎是强弩之末的情况下，就无法再承受骨髓移植手术。现在安排换骨髓是最后活下去的机会了。你救救小月吧，救救她行不行？你在求谁？明飞，明飞，求求你，你帮帮我吧，你救救小月吧。小月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吗？小月是你的孩子，明飞，她是你的女儿。你还胡说，她就是一个野种。她是野种，不是你的女儿。跪下来，把你刚刚保证的那些话再说一遍。她是野种，不是你的女儿。学乖了，蒋生生，最好记清楚你说过的话。从现在起，你是我的一条狗。陆明飞看向手术室外面目瞪口呆的医生，出声道：“捐骨髓去哪？”陆先生，您跟我这边来，我叫医生给您安排。小月的骨髓移植安排得很顺利，当天就动了手术，被安排住进了无菌舱。明叔，我有点不舒服，想让明飞陪我去医院看看。那我送下小姐您去医院，晚些等先生休息好了，会去看您的。我知道了，那我让林嫂陪我去医院就行了。夏思云直接出了警院，飙车出去，车子一路飞驰，最终在夜色的地下停车场停下来。姐，怎么这么久没来了？你疯了，这是在外面，先去房间。怕什么？这里又没人。不远处，一辆黑色轿车的车窗无声无息打开，一个手机摄像头对向了这边。夏思云最近积的火不少，跟薛楠一直玩到深夜，浑身都舒坦了很多。傅先生瞧，夏小姐面色真是红润，看来玩得很开心啊。傅先生在说什么？夜总会停车场激吻，还真是让人看得热血沸腾。你直说吧，你想怎样？就喜欢夏小姐这样的敞浪人，那我也就不兜圈子了。我要你从陆明飞那里给我弄几份文件过来。你要我去明飞那里偷机密文件？做不做那随便你。好，我帮你。你这个疯子，我给你拿到你要的文件，这个视频你就立马删掉。1周之内把我要的东西给我，其他我想要的，我以后会慢慢告诉你。夏思云瘫坐在地上，他半天没起得来，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怎么，再也忍不住疯狂口吐，吐着吐着，突然想起来什么不对劲的事，直接去医院买了根验孕棒，进了洗手间。
直到赫然的2道杠出现到他眼前，他整个脑子里都彻底空了。夏思云不知道怎么回的警院刚好碰上夏医生。我现在怀孕了，得尽快弄掉。你疯了，夏思云！我早提醒过你适可而止，少去外面鬼混。你现在找死别拉我一起，吃药至少得吃几天才能把孩子打下来，还会大量流血加腹痛。再说这孩子直接打了，不是太可惜了吗？陆明飞从没碰过我，这孩子没办法算到他头上。之前没碰过，今晚碰了不也一样吗？到床上躺着装昏迷，我去叫沈南珠过来。好的。明叔，麻烦您跟先生说一声，夏小姐情况突然不好，不知怎么吐了血，还昏迷了，呼吸微弱。李医生，现在都半夜了，先生还在休息，不方便出来。你是医生，既然夏小姐身体不舒服，你去看是最有用的。我只是一个医生，夏小姐现在的情况太糟糕，我不敢擅自处理，还是得让先生来决定。是吗？夏小姐都病到这种地步，林医生不该处理，那我来处理，我送夏小姐去医院。先生，夏小姐现在情况危急，很可能有生命危险，她都昏迷不醒了，先生您出来看一眼吧。怎么回事？夏小姐晚上10点多才从医院回来，我问过她，她今天一整天也没吃点东西，回来的时候满头冷汗，衣服应该都汗湿了。我让林嫂做了些吃的送进来，要不先生您帮夏小姐换下衣服，再陪夏小姐吃点东西吧。思云，明飞，我好难受。别担心，你需要洗个澡，吃点东西，好好休息。好的，谢谢你，明飞。不一会，林嫂就送来了做好的饭菜，还偷偷给夏思云点了点头。陆明飞陪着夏思云吃过饭菜，便起身告辞。天一亮，明叔被老宅的陆老爷子叫走，夏思云再也沉不住气，蹑手蹑脚进入陆明飞的卧室，发现蒋生生昏迷在床上，陆明飞也在熟睡，低声命令林嫂：“林嫂，帮我把蒋生生弄出去。”然后自己脱衣躺到陆明飞身边。次日中午，陆明飞醒来，看到身边的夏思云，一脸困惑：“思云，你怎么在这？”明飞，我不怪你的，我只是第一次，有点害怕。对不起，思云，我会对你负责的。过段时间我就娶你。转眼间都快到了大年30，蒋生生答应了给陆明飞生孩，像往常一样准备带着他去做检查，看看有没有怀孕。明飞，我早上起来就呕吐的厉害，可能是天冷又着凉了。思云，你身体不舒服？那正好，我们一起去医院。谢谢你，明飞。陆明飞带着蒋生生先去做检查，结果要半个小时后才能出来。由于放心不下夏思云，丢下蒋生生去了夏思云那边。他刚在夏思云身边坐下，就有护士送了单子过来。恭喜您先生，您太太怀孕了。什么？我来的时候听林嫂说恶心呕吐可能是怀孕的症状，所以我就顺便查了一下，没想到会这么突然。思云，你的身体不好，生孩子对身体有影响，想要孩子的话，以后等你身体养好了再说。明飞，我知道你是为了我的身体好，但我子宫天生有问题，很难生育的。蒋生生拿到检查单，也来到了这边。夏思云看到蒋生生就走到了身边，亲昵地挽住了他的手。生生，等我的孩子生下来，你说他是叫你小姨，还是认你当干妈呀？松开，我不陪你演戏啊！思云，肚子，我的肚子好痛。给我把孩子打掉，就说是我被推倒导致的流产。我是陆明飞的人，你们要是不照做，我出去就让你们都不好过。夏小姐，这不合规矩，您的情况看着没有大碍了，我们还是将您转进普通病房，再给您做下检查，开点安胎调养的药物。你敢不照做，我出去就会立马查到你是哪个医生，你等着，我会让你立马滚蛋。明飞，我好害怕。别多想了，没事就好，我会让蒋生生付出代价的。夏小姐刚刚在抢救室，不是好得很吗？你来干什么？思云这里不是要妇产科医生来看吗？夏小姐现在确实要妇产科医生来看，但她刚刚叫着肚疼，事发突然，我是外科医生，刚好就去了，结果就录下了夏小姐说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你不要血口喷人，我还什么都没说。夏小姐这么大的反应，是不是过度敏感了一点？我只是刚刚在抢救室听到你说要拿东西给明飞看，还说什么要揭开我的真面目。顾医生，我不明白我到底哪里惹了你，让你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夏小姐别急着解释，先等陆先生自己听了这录音，你再看你的解释还有没有用吧。为什么你们都要这么对我，生生推我？你现在又要拿什么东西出来？我就这么不招你们喜欢吗？为什么？呜呜呜！将顾修远给我弄出去，以后不要让他再出现在我跟思云面前，他拿出的任何东西我都不想看不想听。陆明飞越想越恨，等夏思云安静睡下后，直接怒气冲冲出了病房。蒋生生，你以为你可以逃过惩罚吗？你竟然敢在我的眼皮底下伤害思云！我没有伤害他，是你自己误解了。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今晚上我必须得让你好好长长记性。放开我，明飞，你不能这样对我。小月还在无菌舱里，她需要我。蒋生生又被陆明飞带去了夜色。进到包厢的时候，
顾修远已经被陆明飞的保镖带了过来。陆明飞拎起包厢茶几上一瓶白酒，砰一下就摔碎在了地上。蒋生生，将地上的东西弄干净，或者我现在就将你女儿从无菌舱里拖出来。陆明飞，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我给你3分钟，用手把地上收拾干净。3分钟后，剩下的玻璃碎片数量就是他顾修远被废掉的手指数量。计时。是。生生，不要捡这么多碎玻璃渣，你的手会废了的。蒋生生几乎是整个人都趴了下，狼狈而焦急地借着微弱的包厢灯光，拼命加快速度去捡。你个畜生！生生好歹也跟了你5年了。先生，3分钟到了。蒋生生，我早就警告过你跟顾修远，不要再挑战我的底线，选左手吧，我还是很仁慈的，对吧？陆明飞，你跟夏思云会不得好死。我们的事情跟顾医生没有关系，别这样。可今天是他吓到了思云，要拿出来什么录音，让思云发了币。保镖挥动棒球杆狠狠砸向顾修远的手臂，蒋生生拼命爬到顾修远身边，用身体挡住他。保镖未及时住手，球杆砸到蒋生生后背，呕出一大口血，昏了过去。陆明飞震惊，脸色僵住，愣怔半天才回过神来。先生，林嫂说夏小姐醒了，还是发病状态，神志不清。她寻死觅活将小月从无菌舱里带走了，开车离开的，不知道去了哪里。别管那些，先去医院给蒋生生看看。陆明飞带着蒋生生前往医院，原本计划前往向杨那里寻求帮助，但向杨因紧急事务出国，不得不改变了行程，最终决定前往江城医院。去江城医院。到达医院后，夏鹏和其他几位医生迅速将蒋生生带进了抢救室。陆明飞坐在外面等待，心情愈发焦虑。此时林嫂的电话打破了寂静。先生，不好了，我们找到了夏小姐，她将车开到了悬崖边上，车子现在就挂在悬崖上，一半车身都悬到空中了。夏小姐跟小月在哪？就在东山崖靠近海边的那个地方。我立马过来，想办法看好思云，如果她出了半点好歹，我让你们都偿命。陆明飞驾车赶往现场，一路上心中忐忑不安。到达目的地后，他看到的情景让他心中充满了恐惧。林嫂等人站在远处，极度焦虑地看着那辆摇摇欲坠的轿车。还愣着干什么？不赶紧去救人下来！我不要别人过来，他们都是坏人，我不要。南州，你救我！思云，冷静，你把刹车踩好，用一只手去换成停车档，拉手刹。我不敢动，手僵了，脚也没力气了，快踩不住了。你先慢慢的把车门打开，我带你下来。陆明飞心急如焚，他一把将夏思云从车上拉了出来，车子随即坠入悬崖。小月掉下去了，我的女儿，我要去救我的女儿。夏小姐，你冷静点，都是你，都怪你，你怎么可以不把我的女儿救下来？你怎么可以就这么把她丢在了车里？思云，冷静，我已经叫人去救小月了。陆明飞安排完人寻找小月的遗体，就将昏迷的夏思云送往医院，而蒋生生也恰好从抢救室被推出，他决定先去蒋生生的病房。顾医生呢？你放心，顾修远被送到了医院，好好的。明飞，已经过了很久了，让我去无菌舱看看小月好吗？蒋生生，你是不是诚心跟我过不去？我已经给那野种捐献了骨髓，说好了，等你怀上孩子，就让你去看他，去带他走，你别得寸进尺。我就看一眼，你让我在门外看也行。蒋生生，我一向说一不二，怀上孩子之前，你想都不要想。那我能不能去看看顾医生？别耽搁太多时间。蒋生生来到顾修远的病房，顾修远正在接受治疗，陈医生在一旁满脸惋惜和愤怒。修远，我早就跟你说过，别再去掺和蒋生生的事情。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了，你顾家又成什么样了？这不是生生的错，是陆明飞下手恶毒，生生是最可怜的，我必须得帮他离开陆明飞。你倒是帮了，帮来帮去帮到了吗？倒是你自己手废了，前途也废了，以后你跟你顾家的日子还怎么过？蒋生生，你来做什么？老陈就是这种性子，生生你别介意。你的手医生怎么说？右手还好好的，以后继续坐诊不是问题，别人没手没脚的不也照样过日子？废掉只无关紧要的左手有什么的？对不起啊，顾医生，又把你害惨了。生生，该说对不起的人从来不是你。陆明飞越是这样心狠手辣，你就越要想办法离开他，总有一天你们母女可以脱离他的控制，过上自由安乐的日子。到那时候，我做了什么都是值得的。我也就是放不下小月。生生，你可不能放弃，现在小月都顺利熬过来，出了无菌舱，她就什么事都没了。你一定要等到适配的肝脏，只有你陪着小月，小月才能过得好。我会坚持下去的，就算是只为了陪着小月。谢谢你啊，顾医生。蒋生生的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让你来看他，不是让你来跟他调情的。那我不看了，我回去睡会。等把蒋生生送回病房后，陆明飞就前往了夏思云的病房。明飞，你是不是在恨我？思云，别说傻话，事情已经这样了，你昨天也是不清醒，不能怪你。可小月毒，我要去跟生生赔罪。生生要是恨我，要杀要剐我都听他的。生生他还不知道小月的事情。思云，你先别跟他说，我会找合适的时候再告诉他。陆明飞看着夏思云睡着，又回到了蒋生生的病房，内心充满了矛盾与不安。他试图通过让蒋生生忙碌起来，分散他的注意力。陆氏旗下的服装品牌在准备明年夏款新装的设计图了，你以前不是也参与过吗？要不现在也试着画一画。好，在蒋生生的设计图中，他画的是一套小月的冬装。陆明飞
飞看到后，心中五味杂陈。给小月画的吗？你打算给她做衣服？是，明天就大年30了。我算了下时间，小月出无菌仓的那天，刚好是元宵节。衣服我可以找人帮你定做，你想要自己亲自动手也行。需要些什么？我要明书给你拿来。你让明叔帮我买点大红色的布料吧，红色喜庆吉利。我以前对小月抱有很多的希望，但现在她算是死里逃生，我只希望她余生都能平平安安的。挺好，挺好的。蒋生生看着陆明飞，试图唤醒陆明飞心中的良知。不管你信不信，小月确实是你的女儿。你不困？天都亮了，睡会吧。我从来没有过别的男人，以前在我心里你就是最好的，谁也没法比。你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吗？我值得你喜欢的地方多了去了，你看上我很奇怪吗？陆明飞，你是不是真的忘了我13岁那年你救过我？怎么了？那年夏思云的母亲将我丢在山里，我慌不择路滚下了山，在山崖底下奄奄一息的时候，你是唯一一个过来救了我的人。陆明飞，我喜欢过你，不为别的，只因为那一天的救命之恩。那你怎么就认了出来？救你的人是我。我13岁进的夏家，沈家老宅跟夏家离得很近。我记得那时候你总从沈家老宅里出来，脸上受了伤，戴着一个面具。后来救我那天，你左手手腕被划伤，留了疤。还有，我记得你的声音。陆明飞，你真的变了很多，变得面目全非。我以前都不知道一个人的变化可以那么大，就像是洁白的天使变成了面目可憎的魔鬼。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有什么好再说的？行了，你休息吧，我出去了。给我去查个人。先生，这个人或许并不需要去查了。到底是谁？有话就说，别兜圈子。当年救过沈小姐的那个人，十有八九是傅白傅先生。你在说笑话吗？唐小姐其实说得很清楚了，她说当年很多次都看到那个人从沈家老宅里出来。您忘了，您还没回国的时候，傅先生的母亲嫁给了沈二叔，因此他也住进了沈家老宅。算是唐小姐13岁那年，她的母亲被大火烧死，因此受刺激生了场大病，才回了傅家的。至于面具了，他当初还住在沈家老宅的时候，沈二叔经常家暴，没少对他下手。傅先生的脸被打伤过，那时候几乎一直都是面具不离身。够了，蒋生生，你永远不会知道的，你想都不要想。